这世界上最强大的咒语是你每天对自己说的话，是你内心深处对自己的信念。每一个念头都是咒语，你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。你认为自己值得什么样的生活，你就会创造出什么样的生活。这是宇宙最根本的能量规则，但是大部分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。他们以为自己只是在想想而已，以为那些在头脑转来转去的念头无非就是无关紧要的一些心理活动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每一个念头其实都在塑造着他们的现实，每一个信念都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。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你过去所有信念的总和，你的健康状态反映了你对身体的信念，你的财务状况反映了你对金钱的信念，一切都是你的内在系统的外在显现。但是这里有一个秘密，一个被现代教育体系完全忽略的秘密。你的信念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们是可以被重新编程的，就像你可以删除电脑里的旧软件，安装新的程序一样，你也可以清理内在的那些限制你的信念，然后植入新的信念。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大多数人的信念系统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，从小到大，从父母的话语、老师的批评、社会的标准、媒体的信息，这些外在的声音不断地输入到你的潜意识中，形成了你对自己和这个世界的基本认知。而这些认知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限制性的、负面的、充满恐惧的，告诉你你不够聪明，你不漂亮，你不值得被爱，然后告诉你成功是非常困难的，金钱是罪恶的，这个世界所有地方都是危险的。这些信念就像病毒一样，潜伏在你的潜意识当中，然后悄悄地控制你的思想、情绪还有行为，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创造一个和他们相符的现实。真正的修行就是要觉察到这些隐藏的信念病毒，然后用觉知的光去照亮它们，用智慧的力量去转化它们。但是要发现这个真相，你需要学会一个最重要的技能，就是觉察你自己内在的对话。我们普通人每天会产生6万多个念头，其中80%都是负面的，95%都是重复的。这意味着我们每天都在用同样的负面念头对自己施咒，用同样的限制性信念加固自己的牢笼。现在我分享一个可以让你立即实践改变的方法，让你开始觉察自己的信念模式。首先，我们要找一张纸，写下这个问题：我对自己最深层的信念是什么？然后不要思考，直接让答案自动浮现。写下你脑海中出现的第一个答案，不要去判断修饰，就是原本的记录下来。接着写第二个问题，那么这个信念是如何影响我的生活？然后再次让答案自动浮现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如果我完全相信我自己的力量还有价值，那么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？做这个练习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观察你内心的反应，是不是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你，这太傻了，这有什么用？或者说写了也白写。如果有的话，
恭喜你，你已经开始觉察到那些限制性的信念了。这些声音不是真实的你，它们只是过去被植入的一种病毒程序。现在是时候升级这些程序了。能量的法则其实很简单，你关注什么，什么就会扩大；你相信什么，什么就会成为现实。当你开始真正的相信自己的价值和力量的时候，整个宇宙都会重新排列来支持你。这听起来非常玄幻，但实际上是一个最基础的能量原理。你的信念就是一个强大的磁场，它会吸引和你共振的人，还有事儿，还有东西，让他们来进入你的生活。如果你深信自己是不值得的，那么你就会吸引那些不尊重你的人，还有机会。如果你深信自己是有力量的，你就会吸引那些认可你、支持你，然后想和你合作的人，还有机会。这不是积极的思考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在细胞层面，在能量层面真正转换你的能量频率。真正的信念转换需要3个步骤。第一个就是我们老生常谈的觉察，第二个就是接纳，第三个就是重塑。首先觉察，你需要像一个内在的科学家一样，去客观地观察自己的思维模式。当你每次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注意听听内心的声音，他在告诉你什么？或者是当你面临机会的时候，你观察自己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当你一个人的时候，去感受一下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态度是什么。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你自己对你自己是非常苛刻、严格，甚至残忍的。你用一种绝对不会对朋友的方式去对待你自己，用一种连陌生人都不会遭到的恶毒在攻击自己。这种内在的自我虐待是大多数痛苦的根源，也是能量泄露的主要原因。第二步就是接纳。当你觉察到这些负面的信息在你的内在对话的时候，不要试图立即去改变它们，也不要因为这些念头而批判自己，因为批判本身就是另一种限制性信念。相反，你要用慈悲的态度去接纳这些念头的存在。你要理解它们只是过去受伤的经验，一种某种回音，它们并不代表真实的你。就像对待一个受伤的小孩一样，你要去温暖地拥抱这些痛苦，就是这些负面的信念，然后告诉他，我看见你了，我理解你，我想保护你，但是现在我已经长大了，我有能力照顾我自己了，你可以放松了。这种内在的和解会瞬间地释放巨大的能量，因为你不需要花费力量去压抑和对抗这种信念了。第三步就是重塑，也是真正的咒语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刻。你需要有意识地去选择一个新的信念，用它们来代替这些旧的限制性模型。但是这里有一个技巧，新的信念必须是你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相信的，否则的话你的潜意识会拒绝的。如果你现在完全不相信自己有价值，那么你是不能直接跳到我是完美的这么一个信念，因为跳跃太大了，你的系统就会产生阻力。相反，你可以从我正在学会看见自己的价值，或者是我值得被温柔对待，或者是我有能力和改变，
或者是我有成长和改变的能力。那么选定了某种新的信念以后，你就要像一个修行者一样，去每天的念它，不断的重复它，但不是机械性的重复。要在重复的时候，真正的去感受到这些词语的力量，想象它们正在重新编程你的潜意识。更重要的是，你要在日常生活中去寻找证据，来支持这些新的信念。当你做了一件小的好事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这证明我是一个有爱心的人。当你克服了一个小困难，你告诉自己，这证明我有能力面对挑战了。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是在用现实的体验来强化这个新的信念，让它们在你的神经系统下扎根。慢慢的，这些新的信念就会变成你的默认设置，它会自动运行了，不需要你去刻意的维持。你可能会遇到一些阻力，比如说新的信念模式，它不会轻易放弃他们对你的控制权，他们会制造各种的理由来说服你回到熟悉的那些限制你的思维中。这个时候你要保持警惕，你需要像一个战士一样去守护你的新信念。记住，每一次你选择相信自己而不是怀疑自己，每一次你选择鼓励自己而不是批判自己，你都是在重新定义自己的信念还有现实。这些选择看起来很小，但是它们累积的效应是巨大的。如果从今天开始，你每天告诉自己100遍，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有力量的，我值得拥有完美的生活。然而，就在我们踏上这条重塑信念之路时，常常会遇到一个顽固的对手，那就是我们日积月累的情绪惯性。即便你开始有意识地念诵新的咒语，就有的情绪模式，特别是那些如颓丧、否定、怀疑般的消极情绪，并不会轻易退场。它们如同被滋养已久的猛兽，会不时地跳出来，试图将你拖回旧日的牢笼。这时，我们就需要一种更为灵活、及时性的内在功夫，来应对这些情绪的突袭。如果我们长时间沉浸在任何一种情绪之中，特别是那些如颓丧、否定、怀疑般的消极情绪来的时候，它们往往因我们的过分关注而滋长。我们越是深陷其中，它们越是肆虐。当我们焦虑、紧张或者陷入一种情绪漩涡的时候，就需要一种转念的力量，帮助我们自我调整。转念的力量是一种强大的自我疗愈工具。通过练习转念，我们可以逐渐减少无谓的内耗，提升情绪智力，最终达到内心的平和与自我成长。01转念即转命，念力是有力量的，转念就能转变一切。不同的念头就会导致不同的选择，而不同的选择就会转变不同的人生结局。听完下面这个故事，你将瞬间开悟。2个在工作上都不如意的年轻人一起去向师傅诉苦。师傅，我们在公司受到老板的责骂，同事的排挤，身边全是小人，怎么办？师傅听完只说了5个字：不过一碗饭。2个人回到公司以后，1个人立刻辞职去摆了地摊，
而另外一个人选择了继续留下来。不知不觉10年过去了，摆地摊的那个年轻人经过自己不懈的努力，成了知名的企业家，成就了一番事业。而留在公司的另外一个年轻人渐渐适应了工作，受到了老板的器重，当上了项目经理。2个人偶然谈论起这件事，当时师傅说过，不过一碗饭，不就是告诉我们何必待在公司不可？一碗饭而已。所以我选择了辞职，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。为什么你没走？而那位年轻的经理说，我和你的理解不同。师傅说的是，工作不如意时，只要想到不过是一碗饭而已，不必在意，那么计较。学会了带着轻松的心情去面对，就不会烦恼。于是2个人一起去见师傅，想问个明白。然而师傅并没有回答他们问题，只说了几个字，不过一念之间而已。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转念的力量。你的人生之所以过不好，就是因为你有种种不好的念头，种种不好的限制这些信念，而这些信念造就了你的人生。所以遇到任何不好的事，一定要学会转念，换一个角度，换一个思路，生活就能豁然开朗。一念起万物生，一念落万物灭。从起心动念的那一刻起，心念初起，万物随之生长；心念一落，万物随之消逝。从心念萌发的瞬间，命运的轨迹似乎已定。正所谓心态决定现实，转念即转命。每一个念头都仿佛一颗蕴含着无穷力量的种子，其转变能够深刻地影响个人的能量和磁场。心念的转变能够引发情绪、生理状态乃至整个生命系统的连锁反应。当我们的念头发生积极的转变时，个人的能量场便会如同一束温暖而明亮的阳光，散发出积极向上的气息。这种能量的变化会进而影响我们的情绪，让我们从焦虑、沮丧的阴霾中走出，拥抱平和、喜悦与宁静。它也会对我们的健康产生深远的影响。积极的念头能够激发身体的自愈能力，增强免疫力，使我们充满活力地面对生活的挑战。同时，念头的转变还会作用于我们的生活状态，引领我们走向更加美好的人生道路。若要改变命运，就必须在起心动念的那一刻下足功夫，时刻保持觉察，如同一位敏锐的守护者，留意每一个念头的升起与消逝。当消极的念头出现时，及时察觉并加以调整，不让它们在心中肆意蔓延。努力追求内心的纯净和坚定，就像在心灵的花园中精心培育最美的花朵，让内心远离杂念的纷扰，保持清澈透明，坚定地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实现人生的积极转变，从困境中突围，迈向成功的彼岸，从痛苦中解脱，拥抱幸福的温暖，让每一个念头都成为照亮人生道路的明灯，引领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。02念头的
ABC 法则。当我们念头出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。其实，让我们出现念头，让我们产生困惑的，并不是事情的本身，而是我们自己的信念和情绪。在 ABC 的法则里， A 是发生的事件， B 是我们的看法、角度， C 是我们的念头、反应和情绪。我们以为是这件事情导致了我们出现这样的念头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我们的看法和角度触发了当下的念头、反应和情绪。我们有不同的看法和角度，就会有不同的念头、反应和情绪。所以说 B 是可以转变的，这就是转念。所以关键在于转变我们的看法和角度，这是我们可以控制和改变的部分。我们需要培养的正是这种转念的能力，有意识地调整我们的思维模式和情绪反应。理解念头的 ABC 法则，有助于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事件时，更加有意识地觉察自己的信念系统，通过调整信念来改变念头，从而引导自己走向积极的结果。我们可以通过学习新的思维方式，培养积极的信念，进行自我反思等方法，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念头，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。03身体反应的先行。大家常常说，当焦虑的念头来的时候，我完全无法控制，因为它来得非常的快，常常就在短短的1秒钟，打得我们措手不及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当我们感到焦虑的时候，我们的自主神经系统往往会先一步与我们的大脑意识做出反应。在焦虑情绪悄然来袭之际，我们的身体仿佛进入了一种特殊的警备状态，自主神经系统中的交感神经会迅速被激活，就像一支随时待命的应急部队接到了紧急指令，心跳开始不由自主地加快，仿佛急促的鼓点，提醒着我们身体正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，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，仿佛要为即将面临的挑战储备更多的氧气。同时，肌肉会不自觉地紧绷，仿佛随时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危险。而此时，我们的大脑意识可能还未完全意识到焦虑的根源，它或许还在努力地梳理着周围的环境和发生的事情，试图找出引发焦虑的原因。然而，身体的反应已经先行一步，将我们带入了焦虑的氛围之中。这种身体反应的先行，常常让我们在还未完全理解焦虑来源的时候，就已经被焦虑的情绪所笼罩，陷入一种不安和担忧之中。这种身体反应的先行，来自我们身体的本能，也是我们人类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。了解这一现象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焦虑情绪的产生机制。当我们感受到身体的这些反应时，我们可以更加敏锐地觉察到焦虑的存在，并及时采取措施来缓解焦虑，如深呼吸、放松肌肉、进行心理调试等，从而更好地管理我们的情绪，保持身心的健康与平衡。正是因为觉察到了身体的这种本能反应，
我们才更需要掌握一套行之有效的法门，来穿越念头的迷雾，回归内心的中心。这套法门的核心便在于转化念头的智慧，它是一切内在修行的关键所在。学会转念是修行的诀窍。第一，修念。能量低的人吸引骗子，吸引负债，吸引离婚等进入你的生命。能量高的人吸引幸福，吸引健康，吸引财富等显化你的生命。一定要修念。第二，量子纠缠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。念头直接决定了我们的情绪，而情绪直接决定了我们的能量。一个人最终能够达到什么样的财富量级，跟这个人的家庭条件、学校学历、外形条件、人际关系，甚至是智商关系都不是很大。真正的核心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这个人的能量级别。成功本质上就是一场能量与能量之间的巅峰对决。只有解决能量问题，才能解决一切问题。能量级别越高，好事越容易发生，越能吸引财富和贵人，财富量级就越大，那他就能够心想事成。第三，语言的力量，尽量不要说烦死了，累死了，气死了，完了，叫穷，卖惨之类的话。把自己的苦难给别人讲，不仅别人轻视，而且越讲就越走不出来。要多说，没事，问题不大，可以搞定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记住，语言也是有力量的，养成说好话的习惯，不只是提升修养，也提升运势。第四，精气神人在气血充足的时候，会有阳刚之气，有正能量气场。气血充足的时候，优柔寡断的人会变得果断，纠结的人会变得豁达，抑郁的人会变得欢快。曾国藩在兵谏中说，功名看气概，富贵看精神，正邪看眼神。就是说，看一个人能不能成大事，看他的精气神就可以。记住，少言补气，闭目养神，博欲养精。第五，找回自己。当你知道情绪不是你，感受不是你，念头不是你，如果能觉察到这一点，你的痛苦就开始瓦解。当你知道你可以随缘显现任何状态，而不被任何状态所束缚的时候，你就找到了具正的自己。第六，向内求，停止抱怨是修行的开始，懂得反思是修行的根本，学会转念是修行的诀窍。不要看别人的错，你看到的都是你的因果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一切向内求。走过觉察、接纳与重塑的旅程，我们就不再是那个被无意识念头所操控的傀儡，而是开始成为自己内在王国真正的主人。这不仅是思维技巧的胜利，更是生命状态的跃迁。这趟向内的探索，最终会引领我们抵达一个超越念头本身的更为广阔深邃的领域。你会发现，在所有念头、情绪和故事的背后，始终有一个宁静、广阔的你。这个你是不生不灭的觉知本身。
是那片能容纳一切风起云涌的无垠天空。当你能够安住于这个核心，你便学会了与生命共舞，而非对抗。外界的风雨或许依旧，但你内在已有了如不动的定力。你不再需要靠拼命的想来获得安全感，而是从在的本身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。此刻，你与宇宙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变。你不再是一个向宇宙祈求恩赐的渺小个体，而是意识到你本身就是宇宙能量的一个独特表达，是宇宙意识用来体验自身的一面镜子。你的每一次呼吸都与宇宙的潮汐同步，你的每一次心跳都应和着存在的脉动。这时你所吸引来的不再仅仅是财富、健康或关系，而是与你内在振动频率相匹配的更高维度的体验与洞见。最终你会明白，最强大的咒语已不再是某一句话，而是你整个存在所散发出的频率。那是慈悲，是智慧，是无条件的爱。当你的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对自己价值的确信，当你的每一个眼神都流淌着对生命的信任，你就活成了一道移动的祝福。你不再需要刻意去说什么，你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这个世界最强大的祈福。你变成了那道光，既照亮自己，也温暖了世界。这便是修行的终极奥义，也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神圣潜能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我是有价值的，我是有力量的，我值得拥有完美的生活。愿你在每一个念头与选择中都印证这份力量，活出你本自具足的圆满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